夜冷风寒，别再着凉了。还是披一下吧。林将军自己用吧，我身子好，不需要。子慎以为，那未婚妻实乃大智大慧之人，拿得起放得下。一旦想清楚，便毫无留恋。他现在遇见了对的人，余生幸福平安，对吗？嗯。如今的他，再幸福不过。人生百年，选对人，走对路，方得大幸。陈娘子当真觉得，眼下所选是对的吗？少商，少商，我给你拿了豆包，小心着凉，快递上。程娘子，这边请。与夫子攀谈，倒也方便。没事，你去吧。请吧。愿战乱休弭，风调雨顺。愿岁月不悔，往事不哀。20余年了，自我遭立地加害，不得已离家游历天下，已是20余年了。程娘子，今日我倚老卖老，随你叔母叫你一声少商，可好？大夫随意便可。我们相逢即是缘分。少商，今日我同你讲一个小故事，可好？可是讲夫子自己的故事。哎，不过是个小故事而已，切勿攀扯他人。哦。多年以前，有位世家公子，虽父早亡，但才华出众，后名声斐然，受尽追捧。这位公子有个自有定亲的未婚妻，可惜因未婚妻容貌平凡，公子觉得未婚妻配不上自己。夫人，我在孙医馆处寻了个方子，说是宫中养颜用的，夫人可想试试？我容色平平，何用养颜？也就你会帮我留意这些。你娶了我这无颜女，如今可是后悔了？我若是看脸娶妻，我为何不化个妆，把自己给娶了？这天下，我还没见到哪个女娘比我更绝。
你呀，唉，可惜啊，皇甫仪可不是这般想。就是7年。夫子恕我直言，那公子就不该让未婚妻吃的。陈娘子说的也不无道理。天若无道，人就该遵循天命；天若有道，自不会让有情人分离。程娘子待人一向刻薄，敢问程娘子，倘若遇上这事的是娄公子，你等他还是不等？袁公子这问题问的当真是不刻薄。好，那袁公子说我是刻薄，那我就问一个刻薄的问题：倘若是你遇上这样的祸事，你是等还是不等？我先问的，请程娘子先回答。我不过是反问袁公子，请袁公子回答。少商，我不会要你等的。我没说错，少商，我一定不会让你等我的。陈娘子可真是寻了一个好男婿啊！公子王父有位十分了得的护卫，承公子王父当年恩情，自告奋勇，愿护送公子南下流亡。途中为保护公子，不幸殒命。护卫临死之前，将自己的孤女托付于公子，谁曾想，就是这段恩情，断送了前世情缘。这段恩情断送前世孽缘，也未尝不好。原本7年后，他终于得以归家，为我阿父贺寿，并与我完婚。可那追随他2年的孤女，非在他归家时服毒自尽。若非他执意照顾孤女，拖住归家脚步，我又怎会在阿父寿宴上再被羞辱？未婚妻在寿宴上苦苦等待1日1夜，谁知公子并未如期而至。公子心知未婚妻心中悲不自胜，定要与其见面，诉说各种原因，苦苦哀求其数日，才得以。
世上逆骨不化呀。敢问，这位公子一直对未婚妻的相貌暗暗惋惜，这未婚妻可心知肚明啊？那是公子年少之想，后感动于未婚妻的情深意厚，便再无此等轻浮之想了。那未婚妻要的可是公子的感动，她不过是希望心上之人能将自己放于心上罢了。只不过，没想到自己会碰上一个自负又薄情的混账。夫子，我倒有一问题：若你是那公子，未婚妻和孤女同时掉入河中，你应当救谁？陈娘子不如这么问：若未婚妻会一点水，将能在水面上浮得片刻，而孤女丝毫不会水，若夫子是公子，先救谁？没错。凌将军，若换作是你，你先救谁啊？刻薄，谁最刻薄？你最刻薄。若换作是我，自然是先救未婚妻。若先救孤女，未婚妻可能被水草缠住，可能叫水流冲走。若公子真把未婚妻放在心上，又怎会让心上人有半点不测？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孤女死而不救？若是我也是要先救少商的。哎呀，还是你对我好，我就知道你不会弃我于不顾。那未婚妻并未掉入河中，此假设不成立。那孤女也未曾掉入河中，只是自行服毒罢了。人死了便死了，只需给那名护卫过继子嗣，将来保他升官发财，让他的香火得以延续足矣。未免有些对不住那名惨死的侍卫。对不住便对不住了，人生在世，怎可能人人都对得住？此话说的有道理。家父也是武将，战阵之上，为护卫他这个主帅，死伤的将士不计其数，也没见所有的将士妹妹女儿都要嫁与我阿父的。说到底，要是那公子早些打发走那孤女，也就好了。这孤女不过就是个跳梁小丑，不值一提。方才林将军说的甚有道理，天有道，自不会让有情人分离。这未婚妻既不能相信公子对自己表面冷淡，实则有心，又不能相信公子对那孤女确实毫无情意。这两个不能互信之人，如何结为夫妻？这未婚妻约是想明白了这点，才断然退了婚。她用了7年时光，来证明自己对公子的情谊，又断然退了婚，就是为了告诉公子，她虽相貌平凡，但心意绝不能轻辱。